大家首先看，到这个目录介绍的话，第一章的话就是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斯诺登披露的文件里面有一个代号为藏宝图计划的一个项目，这个邪恶项目的运作会对我们国家网络或者全球网络关键基础设施的运作会造成不小的一个威胁，能让这样的邪恶项目的运作的话，它能让美国指哪打哪。第二章的话，就是作为用户，我们需要了解周迈的整个技术架构，方便快速上手。第三章的话，就是掌握周迈的一个记账法，深入了解使用场景、功能和规则。第四章的话，就是周迈就是获得的行业认可。然后第五章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问题的一个反馈和解答，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斯诺登这个事件。好，然后我们先看到斯诺登事件的话，嗯、第一章的话就是先讲这个爱德华斯诺登开始，然后在2013年6月，一个年轻人从夏威夷飞到了中国香港，准备在香港美丽华酒店和几名卫报记者碰面。然后这个年轻人携带了3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放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整个机密文件。然后，其实这些记者他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就是拿出了他的整个在博斯艾伦和 NSA 上班的一个工作护照和一些证件。其中还有跟前 CIA 局长迈克尔·海登的一个合影。然后自称他需要披露整个 NSA，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非法项目。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爱德华·斯诺登。这是谷歌地图搜索并曝光的一处 NSA 的秘密办公室，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秘密办公室位于这个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个大楼里面。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大楼主要是做一个特定入侵的一个办公室。在2013年之前，没有人太注意，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存在，也称无此单位，就是呃，没有人知道这个单位的一个存在。讲完刚才要说的话，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主题，讲这个藏宝图计划。讲这个藏宝图计划之前，我们需要了解整个 NSA 的组织架构。然后藏宝图计划只是庞大的一个 SID 信号情报局体系下的一个分支项目而已。然后它整个项目它产生就是SID 信号情报局它产生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它大概需要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先建立目标计划，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采集，第三个步骤的话是加工，然后第四个步骤的话就是输出。然后他们在就是 NSA 的内部代号分别是 S3、S2、S1和 S0。S0部门负责就是建立任务计划这块，然后 S1部门就是利用信号情报项目和网络进攻项目去获取一些高价值目标的一些情报。然后S2部门就是加工S1部门获取到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分类。他们有不同的小组，有比如说针对中国、韩国、台湾的 SIB 小组，然后针对 S2H 的一个俄罗斯小组，还有针对反恐情报的 SIL 小组，然后还有针对就是武器和航天的一个 S2G 的一个
小组，然后它最后的一个环节的话就是输出一份不同等级的简报，它会提供给就是各级的，就是美国各级政府的官员，然后直达美国总统，然后这份简报的用途就是帮助美国总统去做一个决策，对，就是做一些决策。开始讲完了整个斯诺登的一个开开讲完了这个藏宝图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我们这个周迈。好的，嗯中麦它也是针对就是网络空间的一个搜索引擎，它包含了就是 IP，它的整个范围的话，它是包含了整个 IPv4和 IPv6，然后它有两大探测引擎，然后一个是XMAP，然后就是第二个的话是大 map，然后分别就是可以对整个网络空间中的设备啊和网站啊，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整个探测识别，然后进行字段的一个标注，把这些服务组件全部标识出来，方便就是给不同需求的整个人群吧，对。然后介绍完了整个中脉的一个介绍，我们就需要了解整个中脉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能力架构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步的话，我们作为用户，不管是企业用户、个人用户，还是执法单位，是吧？然后我们需要通过中脉呃通过中脉打开浏览器，然后访问浏览器还有 API，然后进入了通过进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中脉的一个功能，它包含了数据查询啊、目标展示啊、漏洞管理啊这些很多很多功能，然后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很多功能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是数据的一个挖掘。挖掘的话就是中脉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能力的话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后面我会介绍就是中脉的用数据去展示中脉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储存能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一个探测引擎这块，对。然后介绍完了中脉的一个系统架构，我们就是作为用户，我们特别关心就是中脉的一个价格体系这块。嗯，中脉的整个价格体系的话，可以分3块，呃，分别为就是价格对比和数据消费对比和基础功能对比。然后价格对比的话，就是它对应了分别不同的一个权限。然后数据消费对比的话，就是作为使用者去挖掘这个数据的时候，需要用到多少次多少条数据。然后还有一个基础功能对比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用到哪些功能。目前就是中脉的话，就是相当于呃，就是满足整个就是注册用户的话，基本上满足满足普通满足就是普通人群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挖掘数据的一个需求。如果你对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用户对数据的一个需求特别高的话，我这边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对比，对。好，然后大家请记住了，然后这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东西啦，就是讲解一下就是中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能力，用数据来展示中脉的整个核心能力。中脉的话，它是具备全球范围资产探测的一个能力，然后它目前为止覆盖42亿。
IPv4 地址，然后能准确识别4万加的一个常见组件指纹，然后7到10天便利全部的 IPv4 地址，然后它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探测率在24小时以内，然后它覆盖的设备类型很多，包括路由器啊、摄像头啊、物联网啊、工控啊等这些各种系统。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数据来挖掘，就是挖掘一下就是中脉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是扫描探测能力。中脉的话，目前扫描探测能力的话，它覆盖 IPv4 的话是42亿，然后 IPv6 地址的话是30亿，然后日更新的一个数量在200万以上，然后它的一个节点的一个覆盖范围在6大洲13个国家，然后节点大概有1000家左右的节点，然后节点的一个数量在不断增加，获取数据的一个能力也在不断增加。好的，然后继续接着讲我们的整个中脉的第3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数据处理能力。中脉的数据处理能力，它数据输出这块就是开放100%，然后它的一个就是数据导出这块的话，它目前支持 WOBO 还有就是 API 形式的一个导出数据，然后关于就是字段这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就是目前支持很多字段。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就不演示给大家，不演示给大家看这个操作了。开始第3章就是中脉的一个使用场景及 Docker 的一个实战搜索演练。然后因为由于时间关系的话，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案例，所以说我没有就是现场找。所以说，希望大家理解一下，然后开始进入，中脉的一个使用场景。这是一个重点内容啊，请大家用小本本做好笔记。然后中脉的话，应用场景它分2块，攻击视角和防御视角。中脉的一个就是网络空间测绘平台，它是聚焦整个攻防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不知攻焉知防，是吧？然后首先来谈一下攻击视角。攻击视角的话，可以就是用在开源情报这块，就是找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然后第2块的话，就是可以用在就是整个攻防演练，红队这块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渗透前，然后进行挖一遍就是目标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梳理，然后方便漏洞的一个准备漏洞的一个利用。然后第3个场景的话，就是中脉的一个 Docker 的一个排查和统计和排查数据，然后攻击者就是获取情报这块，就是它相当于情报这块，就是能了解一下，就是全球范围内这个漏洞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影响面，然后攻击者他可以做一些动作，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作为白帽子，不管是挖 SRC 啊，或者是C bug 之类的，需要用到中脉的这块，就是能挣钱挣赏金这块。然后第2块的话就是防御视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关于暗资产排查这块，就是有很多大的一些公司就是资产是非常多的，然后它的管理员可能在它的整个维护表里面就可能有一些资产它没有统计到，然后可以用中脉去在公网或者内网去在公网进行一个这样的排查，这个有没有在公网上能找到这样的资产，
然后最重要的场景也是关于攻防演练这块，就是蓝队做防守的时候，就是能快速排查一遍自己内部的资产，然后有漏洞的资产迅速给下架，比较敏感的资产也迅速给下架。然后也是关于就是漏洞预警啊，中脉剁可的一个统计和排查数据这块，方便就是防御者能快速做出动作这块也是这样。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就是CC 命令语控制器这块的一个排查也可以做，就是有特征的话去找就是关于这个 Cobalt Drake 的一个后渗透工具这块进行一个阻断，这块就是能发现这些 IOC 这块，然后进行一个阻断。然后这是目前为止中脉的两个的中脉的整个使用场景。然后讲完中脉的一个使用场景，我们需要了解就是中脉的一个用户手册。然后中脉的用户手册它分这几块，就是搜索和逻辑运算和过滤器。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搜索的话，就是搜索 bang 的一个数据，用特定的一个语法去搜索这个 bang 的意思就是特征这块，然后就是一些应用的一些特征。然后逻辑运算的话，就是能比如说日期啊这块能进行一个过滤。然后过滤器的话，就是它有几个维度嘛，比如说地理啊、证书啊，还有域名 IP 啊，还有指纹啊、时间节点啊这块。然后进行就是获取一个关键词，能把这个信息给层层过滤，然后找到自己准确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好的，然后我们讲完了就是周麦的一个用户手册，我们就需要了解周麦的一个 doc。然后什么是周麦 doc 呢？呃就是周麦 doc 它是周麦平台就是独特的一个语法。它的一个显示形式的话，就是相当于 APP，然后点，然后标点，然后双冒号，然后就是内容已经做好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规则，然后通过这个doc，然后能去准确的挖出某个目标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资产的一个信息，能快速去搜索，不需要再去挖，不需要再去找 Ben 去挖这些数据。目前的话就是中脉的一个多可的话，可以通过导航打开，大家可以打开中脉的一个网址，然后点开这个导航，然后能看到很多设备类型，比如说有网关、呃交换机、管理平台、公控设备啊，很多这块。然后具体大家可以去实践一下。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分享一些关于中脉剁可的案例。然后我找了2个案例，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区块链，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摄像头这块。这个剁可的话，它是一个矿池的，就是蒙罗币矿池的一个挖矿软件的，相当于运维用的比较多。对，就是挖矿，然后方便运维人员去管理它的一个矿机的一个doc。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它是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做的一个产品。下面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例，就是关于中脉后门的一个设备案例。这篇文章的话是来自安全团队的一个投稿，然后介绍了就是中脉去发现某个产品的 IoT 设备的一个后门。开始讲完了就是案例，然后就讲一下就是关于周麦，就是提供 Python 的一个 SDK，这方面的一个工具，然后方便开发者能去做各种小应用啊，方便自己提高自己工作效率，尤其是做就是安全渗透测试工程师或者安全服务工程师这块。提高一下自己的一个能力。
讲完了就是中脉的一个 SDK，然后我们就要提供一个作为官方的话，肯定要提供一个案例，就是一个 DOM，然后就是重点来了，就是404最近的话就发布了关于这个中脉 API 能力的一个信息收集一个工具，名字叫鲲鱼。这个工具的话，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很多小伙伴都，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都用了，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工具。然后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去演示这个工具的呃一个使用。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空鱼这个项目的话，可以在这个 GitHub 上去搜的这个项目名称。对。重点来了，中脉的一个独家特性功能，行业识别。原理是在目标返回背信息里面，就是可以识别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相关行业的关键词平率，然后再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然后进行判断，然后再进行标注它属于哪个行业。然后这个独特功能的话，目前就是中脉是独有的一个功能，方便咱们用户能快速去定位这个目标，属于哪个行业。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右边的话就是一个案例，搜索深圳，然后显示搜索深圳，然后加80端口显示了一个呃金融方面的一个保险的一个目标。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独家特性功能的一个主要集中的一些行业使用的一个频率，就是 IP 历史使用的一个频率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的，然后我们开始再讲一个独特功能，就是中脉的一个302跳转。302跳转其实也是一个难题，不过中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中脉它有这个探测引擎，它会去便利整个 IPv4、IPv6的一个地址和服务，有些地址它配置了那个302跳转的一个这样的功能，所以就会导致丢失一些，就是中脉会探测的时候会导致丢失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数据。然后解决这个困难，就是为了获取更多有效的数据，抓更多有效的数据，然后方便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存储。就是中脉就是不错过任何有价值的数据。接下来就是讲一下在攻防场景中，作为攻击队容易就是防蜜罐，这方面的坑容易被溯源。然后中脉的话，目前是支持蜜罐识别的，其原理就是根据中脉动特返回的这个 ban 豹纹啊、开放端口啊这些，然后进行这个服务情况，还有多维度的，就是 IP 去判断，然后去深度去判断这个蜜罐属于哪种类型的，比如说是属于协议蜜罐呀、数据库蜜罐呀，或者是呃一些交互型的一些蜜罐之类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案例。